悟空和贝吉塔利用龙拳将邪恶波消灭后，魔神带着众人找到了宇宙树，终于有机会一览他的尊容了。树冠长得不大，却有异常繁茂的树茎，或是皆因他而起。贝吉塔打算将他彻底消灭掉。两位魔神明白这样做根本就是白费力气，但贝爷就是不信邪，他汇集超大能量弹朝他发射过去，即便能量弹剧烈爆炸，但是却没有伤他分毫，还将这股能量吸收了。投机不成18米，无端给他贡献了很多能量。他告诉众人，这里就是连神都无法干涉的时间缝隙，敬请期待新宇宙的诞生吧。贝爷听到异常气愤，而悟空和特南克斯却瞬间消失了，连蜉蝣都惊讶不已。原来是托瓦做的，而他却说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成就蜉蝣，留下这句莫名其妙的话，就带着众人走了。贝吉塔急速出击，开始攻击蜉蝣，但他的重拳却被蜉蝣轻松接住。从手心出现一团黑色气体，将贝吉塔的手臂缠住，而这股气就是蜉蝣从康巴身上获取的毒气。悟空想救下贝吉塔，但为时已晚，他彻底变得丧心病狂，对着飞来的悟空就开始攻击。悟空避而不战，却被身后的蜉蝣给袭击了，还将康巴的毒气成功打入悟空体内。悟空也变得毫无意识，但蜉蝣万万没有想到，两人竟然开始攻击他。因为同时中毒的二人不会自相残杀，这个操作出乎蜉蝣的意料。他拔出宝剑，瞬间击中二人。受到强烈攻击后，他们又恢复了意识，看着日渐壮大的宇宙树，悟空和贝吉塔异常焦灼，必须尽快解决掉它。悟空拿出了合体耳环，为了战胜蜉蝣，贝爷极度不情愿地戴上了。一道金光乍现，贝吉特现身，这次连蜉蝣发出的康巴邪恶之气都不起任何作用。而另一边，身为时空巡警的悟空和贝吉塔被托瓦带走，利用康巴之气捆绑着。他告诉众人，蜉蝣就是他创造的，他的身上集合了几乎所有人的数据。他要拿出一个黑色星球，从悟空他们身上吸收暗黑因子，这就是维持暗黑王生命力的关键因素。原来的暗黑王被特南克斯杀死后，释放的暗黑因子全都封存进了这个球里，他要将这些因子全部注入蜉蝣体内，让他成为新的暗黑王。但悟空岂会让他得逞？他挣脱开康巴之气的束缚，引得托瓦花容失色。但突然出现的米拉阻挡了悟空的攻击，他顺便将悟天和悟饭带了过来。托瓦将收集齐的暗黑球收回，而剩下的人已经没有了任何利用价值，要将他们彻底消灭在时间缝隙。说完瞬间开始炸裂，所有人都掉进了时间的漩涡中。贝吉特和蜉蝣还在激战，即便蜉蝣发挥全部力量也无法伤到贝吉特，这样的实力让蜉蝣有些惊讶。贝吉特发出龟派气功将蜉蝣炸伤，而就在此时，宇宙树终于成熟，新的宇宙马上就可以诞生了。但瞬间这个树就死了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所有宇宙都恢复了生机，原来是破坏神利用超级神龙让所有宇宙恢复了。但事情真的能那么顺利吗？而掉进时间漩涡的悟空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呢？布罗利极力嘶吼，他竟然可以变身超四。为了对战两个合体贝吉特，他终于突破了，但二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被他像玩具一般甩了出去。贝吉特二人到底能否阻止这帮恶人复活新的宇宙树呢？蜉蝣看着日渐成熟的宇宙异常兴奋，他要创造新世界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。但事与愿违，宇宙树突然死亡，变成了一棵枯树。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蜉蝣立马调出宇宙影像查看，原来是破坏神利用神龙将所有宇宙恢复了往日的生机。知道真相后，蜉蝣异常气愤。而就在这时，托瓦突然出现，他拿出黑色星球，将里面的气体全部注入他的体内。他们等待的这一刻终于到了。蜉蝣突然看到了暗黑王死亡的情景，脑中充满了暗黑王的记忆，将所有暗黑因子吸入自己的体内，瞬间提气，身体爆发出无穷的力量，贝吉特也无法抵挡。蜉蝣整个人都改变了模样，黄袍加身，一身王者之气。身为蜉蝣母亲的托瓦也给他跪了下来，声称自己是他的仆人。他转身就开始拯救宇宙树，暗黑之气不断注入宇宙树内。贝吉特看到，迅速上前阻挡，二人激战在一起。蜉蝣虽然变成了暗黑王，但贝吉特实力和他旗鼓相当，一个为了维护宇宙树，一个为了消灭他，展开了超强大阵，一拳下去地动山摇。再这样战斗下去，对暗黑王极为不利。托瓦发出气功弹助他一臂之力，让蜉蝣按照计划行事。他们二人抵挡贝吉特。就在这时，天空突然割裂，一身红色装束的超四贝吉特出现，而在他身后出现的就是德米古拉，这让托瓦有些震惊。超四贝吉特急速攻击，一拳打在蜉蝣身上，超四贝吉特同样将蜉蝣打得节节败退。这场关乎宇宙生死的终极大战就在宇宙树旁持续着。悟空他们为了维护宇宙和平，不断痛击着坏人，但是蜉蝣根本无法彻底将他们打倒。他再次施展法力，一阵天旋地转，他打算将两个贝吉特送到另一个地方，这里将有厉害的人物陪他们作战。还没等他逃离此地，宫殿突然剧烈晃动，布罗利突然闯入宫殿。这个龙珠最强赛亚人气场超级强悍，他的出现地动山摇，朝贝吉特急速出击。
二人激战在一起，看着狂躁的布罗利简直就是个怪兽。合体贝吉特实力非凡，竟然一拳击中他的腹部，这下彻底将他激怒，极力提气，身体竟然出现了红色毛发。原来布罗利也可以变身超四，这让贝吉特惊讶不已。布罗利一拳打过去，超蓝贝吉特替他挡下这一拳，他早已按耐不住。两个贝吉特共同对战布罗利，但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在他手里简直就像两个玩具，急速旋转将他们甩了出去。布罗利并未就此停手，他发出气功弹朝他们攻击。看到布罗利已将他们收拾，蜉蝣现在有时间可以复活宇宙树，他继续向宇宙树输送能量。纵使贝吉特看到蜉蝣，也完全无法脱身去阻止。布罗利不愧是最强赛亚人，两个合体赛亚人也不是他的对手。蜉蝣依靠布罗利争取的时间，终于将宇宙树复活了，而两人还在和布罗利苦战。破坏神依靠神龙才将宇宙树毁灭，却最后还是让蜉蝣他们复活了过来。蜈蚣他们到底能拯救宇宙吗？二人相互对视之后，小兰决定将布罗利引开，让小四去阻止蜉蝣复活宇宙树。小兰反手将布罗利制服，小四趁机逃走。突然出现一阵耀眼的光束，两人就此消失了。蜉蝣培育的宇宙树终于成熟，但完全不是他期待的样子，因为利用很多力量强行融合，这个宇宙既扭曲又丑陋。正在他自言自语的时候，贝吉特趁机偷袭，虽然被他躲开了，贝吉特转身继续攻击他，蜉蝣继续躲闪。他高举宇宙说道：“实验远没有结束，我理想中的宇宙正要开始形成。”但贝吉特岂会让他得逞？急速上前攻击，蜉蝣将宇宙抛在空中，与正面而来的贝吉特展开大战。蜉蝣问他：“你难道不想看看我的新宇宙吗？”这让托瓦有些震惊。蜉蝣竟然想让蜈蚣他们活着，这根本不是他想要的暗黑王。他开始变身成魔神，要挑战德米古拉。他手下立马变身成魔神，二人迅速战斗在一起。看到他将托瓦已经制服，德米古拉要去收拾正在战斗的蜉蝣，二人战斗异常激烈，根本难分伯仲。趁他们对抗之际，德米古拉挥出魔杖，利用时空迷宫将二人困在里面。但托瓦告诉德米古拉，就凭这招也想困住蜉蝣吗？随后德米古拉两人就消失了，留下了不知所措的托瓦。至今没有出入的众神一直待在比鲁斯星球，看他们也十分担忧宇宙的命运。不过他们为什么不出手呢？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。巴托斯向维斯询问悟空的下落，维斯紧闭双眼，在浩瀚无际的宇宙中探寻悟空的下落。有一颗蓝色星球，悟空就晕倒在这里。他苏醒过来，看到四周的环境非常熟悉，却空无一人。突然一个黑衣男子开始攻击他，悟空极力奔跑，远方传来特南克斯的声音。他告诉悟空，悟空现在就在蜉蝣穿梭的宇宙里，他所在的星球就是地球，因为扶持的不完善，目前宇宙中没有任何生命存在。后面两个宇宙飞船紧追不舍，激光扫射过后将大楼毁坏。没想到在真正的宇宙，楼房同样倒塌了。原来两个宇宙连接在了一起，在没有弄清楚之前，悟空想赶紧逃离这里，而飞船里竟然是弗利萨。兄弟二人从里面出来，急速上前攻击，一脚将悟空踢飞。就在他们再次攻击的瞬间，两人突然摔倒在地，在上方出现许多宇宙之重，将他们重重压在地面。从烟阵之中出现一个身影，原来是赫兹。悟空惊讶不已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原来是魔神从地狱中将他捞了出来。他走到悟空面前说道：“孙悟空，跟我联手吧，我需要你的力量，一起打倒那个叫蜉蝣的白痴。”悟空听到告诉他：“我可以和你联手。”两人还没说完，突然一声爆炸，弗利萨兄弟二人急速上前攻击。他汇集巨型能量弹朝悟空发射过去，但这根本没有任何作用。悟空变身成自带极功，轻松抵挡，瞬间来到他的面前，朝他一顿暴击。弗利萨知道不是悟空的对手，就在他束手无策之际，突然一个星球击中他的胸前，身上立马充满了邪恶之气。而在远处站着一个面具男，身形酷似悟空，而这一切都是他的计划。